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赴山海遇波折，重要女配摄争议被除名，大量戏份恐重拍。诚意新剧赴山海突遭风波，女二线辱华争议，戏份恐全删引担忧。五一假期期间，诚意的粉丝们以惊人的热情为他的待播剧赴山海展开大规模宣传。从繁华商圈到地铁站，粉丝们自发组织线下应援，巨幅海报、裸眼3D 大屏、AR 互动等创意形式轮番上阵，甚至部分活动现场人潮涌动，堪比音乐节盛况。如此声势浩大的剧宣，足以证明诚意的超高人气，也让赴山海为播先火，成为今年最受期待的剧集之一。为播先爆，诚意扛起商业价值。尽管赴山海尚未定档，但诚意的商业影响力已为剧集带来数十个品牌联名合作，线下广告更是铺天盖地。如此强劲的宣发势头，让业界预估该剧播出后必将掀起新一轮追剧热潮。此前有传闻称赴山海将于5月上线，与肖战的《藏海传》正面交锋，但腾讯视频最新公布的5月片单中却未见其踪影，引发网友猜测是临时撤档，还是准备空降。女二线辱华风波，剧方紧急除名。然而，就在粉丝翘首以盼之际，网上突然爆出赴山海女2号李凯欣的负面新闻。一段疑似她的录音在社交平台流传，其中涉及对中国人的不当言论，态度傲慢，甚至带有侮辱性。录音中，她不仅对来华工作表现出轻视，还嘲讽部分中国网友，引发众怒。网友纷纷质疑，既然瞧不起中国市场，为何还要来捞金？事件发酵后，剧方迅速采取行动。对比去年的杀青名单的最新官博中，李凯欣的名字已悄然消失。此前她的番位仅次于娜扎，位列女2，戏份甚至比娜扎更重。有爆料称她与诚意的角色是官配，娜扎反而像是挂牌女主。若爆料属实，李凯欣的戏份占比极高，剧方的紧急除名无疑给赴山海的播出蒙上阴影。补拍或换脸，剧集恐面临重大调整。目前，李凯欣方面尚未对录音事件做出回应，但其负面影响已难以挽回。若舆论持续发酵，剧集可能面临2种选择：一是 AI 换脸技术处理他的戏份，二是直接换人重拍。然而，无论是哪种方案，都将耗费大量时间和成本，尤其是他的戏份几乎贯穿全剧，补拍难度极大。粉丝忧心忡忡，盼剧集顺利播出。对于诚意的粉丝而言，这一突发状况无疑是一次打击。他们投入大量心血为赴山海宣传，如今却因女2争议陷入被动。网友呼吁剧方尽快给出明确回应，同时希望诚意的付出不会因他人过失而付诸东流。目前赴山海的播出计划仍存变数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剧方必须妥善处理此次危机，否则不仅影响诚意的扛剧口碑，更可能让整部作品的心血功亏一篑。诚意赴山海麻烦了，女2被爆黑料，剧方将其除名，戏份好多。五一假期，诚意全国各地的粉丝开始为他的新剧赴山海做剧宣，场面那叫一个轰动。粉丝们自发组织线下剧宣活动，覆盖商圈、地铁站等核心地段，通过巨幅海报、裸眼3D 大屏、AR 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，部分活动现场人数堪比音乐节。只能说赴山海这部剧有诚意加盟是他的福气。作品还未开播，诚意就仅凭个人商业价值为该剧争取到了几十个联名，线下更是铺天盖地刷不完的诚意的广，可想而知赴山海这部剧一旦播出，热度会高到什么程度。此前有消息称赴山海会在播出对打肖战的《藏海传》，
但是腾讯视频近日更新的5月片单中并没有《富山海》这部剧的排播消息，所以这是不播了还是准备空降啊？很快网上便有人爆料，《富山海》是遇到麻烦了，剧中的女2号李凯欣被爆黑料，在网上辱骂中国人。从曝光的录音来看，她似乎并不尊重来华务工的机会，觉得有戏拍、有钱赚就好，嘲讽称部分中国人是 XX， 可以说十分傲慢，一边想赚中国人的钱，还一边又看不起中国人。那么他干脆回他的新加坡去发展好了。富山海剧方发布的最新微博，李凯欣的名字已经看不到了，而去年份官宣杀青时，李凯欣的名字还排在娜扎的后面，显然是女2号的位置。网上还曝光了富山海相关演员们的戏份，发现李凯欣的戏份比娜扎还多，还有人说她演的角色和程毅是官配。娜扎实际只是个挂牌女主，真正的女主是李凯欣，因为李凯欣签约欢瑞了。不过因为李凯欣知名度不高，所以相关舆论还未在网上大肆发酵。不过从剧方将她除名这一举动来看，就说明网上的爆料并非空穴来风，搞不好富山海这次真的遇到大麻烦了，所以播出时间要往后拖延。倘若资本方无力将这次的舆论彻底压下去，那么网友们是绝对无法容忍一个辱华的外籍艺人继续发展的，这就要考虑到换人拍或者后期换脸了。加上李凯欣的戏份仅次于程毅，这要是重新补拍，可就太麻烦了。眼下李凯欣方还未回应诸多争议，网上的这段录音是不是他的声音也还有待验证。只希望作品不要受到影响才好，要不然程毅粉丝的一片苦心可就要白费了。时至4月9日，富山海剧方在微博发布的最新动态中，李凯欣的名字赫然消失。去年10月份官宣时，他还自信地排在娜扎之后，显然握有女2号的席位。然而，网络中关于富山海中演员戏份的讨论让人惊愕。李凯欣的戏份竟然比娜扎还要丰厚，甚至有人声称她与程毅的角色关系堪称官配。这样看来，娜扎不过是个虚名女主，李凯欣才是真正的焦点。虽然李凯欣在圈中名气尚小，因此相关的舆论并未在网络上迅速发酵，但剧方望而却步，尊重舆论这一举动，显然并非空穴来风。此事的进展若不能很快压下，那便意味着富山海可能真的面临不小的挑战，播出时间恐怕要延后。如果资本方无法有效控制舆情，或许就会考虑更换演员或进行后期修改。毕竟，李凯欣的戏份排在程毅之后，若要重新拍摄，又将带来怎样的麻烦？无论时局如何变幻，正如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，愿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能在坎坷中坚定信念，迎接曙光。对于富山海，我相信风雨过后必有彩虹，愿每一位努力的人都能如愿以偿，天下繁华指日可待。